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出道10年，少年感依旧满格，外媒的镜头直接对到脸上，皮肤纹理清晰可见，他却连躲都不躲，松弛的像是来朋友家串门。28岁的他依然像少年般清爽干净。从13岁独自赴韩练习，到成为 FIA 认证赛车手，再到手握31个全球代言，他始终专注自己热爱的事，摔11次车也要爬起来练，42天封闭训练只为 0.3秒提升。这种死磕到底的劲儿，让3个国际品牌主动追随，让央媒专门发文肯定。镜头前松弛的他，早已把少年感刻进骨子里。3月的巴黎，午后的光线带着点慵懒的暧昧。罗意威秀场外，一个穿着宝蓝色拼色外套的身影被层层包围，蓬松的羊毛卷在风里微微晃动。他手里握着复古相机，眼神专注地透过取景框看世界，偶尔低头调整参数，偶尔被品牌 CEO 逗笑，侧脸清冷，笑起来却甜度超标。外媒的镜头直接对到脸上，皮肤纹理清晰可见，他却连躲都不躲，松弛的像是来朋友家串门。就那一瞬间，很多人恍惚了一下，这哪里像是已经出道10年的人？当天生图满天飞，清爽干净，少年感满格刷了屏。可仔细一想，今年他28岁了，距离13岁那年孤身飞往韩国当练习生，已经过去整整15年。距离17岁以 UNIQ 成员身份正式出道，也过去了11年。那些跟他同期出道的，有人查无此人，有人发福油腻，有人还在直播间卖情怀。而他坐在巴黎时装周的核心区位，跟品牌 CEO 平起平坐，被外媒摄影师追着喊名字喊到破音，却还是一副跟我没关系的表情，捏着相机大步流星离场。这种少年感到底哪来的？真不是什么医美或者穿搭能解释的。想当年他13岁，绝大多数孩子还在跟父母撒娇要零花钱，他已经在首尔的练习室里熬到凌晨4点。舞蹈动作练不到位不许吃饭，膝盖淤青是常态，语言不通，没有朋友，宿舍到公司2点一线，熬了整整4年才换来一个出道位。那段日子后来被他写进歌里，不是卖惨，就一句别做任人操控情绪的木偶，轻飘飘带过。后来红了，有人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但还没得到的东西，他想了半天，说没有。不是凡尔赛，他是真的没什么欲望。不混圈子，不组饭局，不立人设，不工作的时候就消失。摩托车、滑板、乐高，一个人能带一整天。外界那些风风雨雨，黑热搜红热搜，他好像压根看不见。记者问他怎么面对争议，他说那个就划过去吗？双引号，听起来像敷衍，其实是真话。他把所有情绪都锁在门外，把注意力全砸在自己可控的事情上。一个舞蹈动作能不能再干净一点？一个弯道能不能再快 0.3秒？一个角色能不能再多一层理解？去年珠海集训42天封闭训练，有一天他连续摔了11次车，头盔撞出裂痕，赛车服磨破，工作人员看着都心惊。他爬起来拍拍灰，跨上车接着练。凌晨3点的赛道，刹车片磨得冒蓝烟，维修区都被熏到，他还在刷圈速，就为了那 0.3秒的提升。0.3秒是什么概念？普通人眨一下眼就过去了，对他来说，那是无数次跟死神擦肩之后换来的职业尊严。后来他拿到了 FIA 认证的赛车执照，是中国内地艺人里的第一个。去年宁波站暴雨，他车失控在赛道上转了1080度，直接撞上护栏。下车之后没摔头盔，没甩脸色，只是轻轻拍了拍车身。后来又一次雨战，同样的打滑，他硬生生在高速状态下把车救了回来。新华社专门发了捷报，央视评价他用方向盘证明热爱。那些说他玩票的人大概不知道，赛车这项运动，摔一次可能就再也起不来。而他敢摔11次，
还敢接着上。同样的轴劲儿也带进了剧组。拍《热烈》之前，他提前3个月每天练5-8小时。黄渤后来接受采访说，这孩子不是在演戏，他站在那就是陈硕本人。拍《无名》跟梁朝伟对戏，他用彩色便签贴满剧本，把每个眼神、每句台词都拆解透，最后提名金鸡奖最佳男配角。拍《长空之王》，为了演好试飞员，他去基地跟真飞行员同吃同住，学航空理论，坐进真正的座舱里感受过载。程耳导演说过一句话，他想要的东西，他会一直盯着他，直到得到为止。双引号，这种盯着不放的劲儿，品牌方看得最清楚。红牛找上门，直接给首席能量官的头衔。海利汉森这种专业户外品牌，跟他签联合共创官 Undefeated， 美国潮牌3巨头之一 ，logo 就是5条杠代表不败，也追着要跟他合作。有粉丝扒出来 ，Undefeated 是王一博从小就喜欢的牌子，现在人家不仅主动找他，还愿意跟着他跑赛道。小时候喜欢的牌子，长大以后能跟他并肩站在一起，这种故事放谁身上都得感慨一句。更夸张的是商业数据，巅峰期他手握40多个代言，到现在2026年了，还有31个全球最高头衔代言在身，12个品牌合作超过5年，续签率90%以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，投出来的不是流量泡沫，而是长期信任。今年春节他也没闲着，跟郭富城在春晚合作舞台闪耀动起来。40秒暴风 rap 全开麦，吐字清晰的像倍速播放，无缝切换3大街舞5种，高难度地板动作行云流水。直播的时候鞋子打滑，他瞬间调整姿态，全程行云流水，同台的天王和主持人都没看出来。事后采访他才说，舞台总有不完美，次数多了就不慌忙，随机应变就行。节目播出 5.5 小时，播放量破亿，收视峰值冲到 38.35%， 刷新春晚歌舞类节目纪录。微信指数连续3天破亿，单日最高 2.63 亿，创下男明星历史新高。郭富城在后台说了句大实话，他就是舞王，在我心里就是双引号。1个月后，他还要去上海赛车场。4月18号 ，China GT 新赛季揭幕战，他换了新车，奔驰 AMG GT3 EVO， 涂装是他自己参与设计的薄荷绿基底，嵌着彩色立体眼点，车顶有攀岩符号，车门两侧是抽象雪山轮廓。眼点来自他在探索心境里爬过的30米高空，抽筋了也坚持登顶。雪山左侧是艺术化山脉，右侧是专业等高线地图，暗喻感性和理性的平衡。这场比赛的3万多张门票，早在45天前就卖光了，当时连参赛阵容都没官宣，最高票价炒到5850块，照样秒空。赛事周边的酒店入住率涨了210%，餐饮生意翻倍。GT3 组别以前不到10台车，现在轻松突破20台，赛道都显得挤了。F1 官方给他开了多机位专属直播，车载视角峰值观看8200万人次。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人认真了。那个13岁就敢独自闯荡的少年，17岁顶着偶像标签出道的少年，22岁爆红后依然保持沉默的少年，28岁依然能穿着撞色外套，顶着羊毛卷，拿着相机在巴黎街头晃悠的少年，这些年其实一直没变过。他从不解释自己是谁，他只是把自己扔进每一件热爱的事情里，摔11次车，练42天，抠 0.3秒，直到把事情做到极致。那些说他运气好的人，大概没想明白，长得帅的人很多，老天爷赏饭吃的人也不少，但能让3个国际品牌主动追随，让一个小众赛事门票炒到5850，让央媒专门发文肯定的，真没几个。运气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运气好的人凌晨3点还在赛道练车，摔了11次还不肯停。所以当镜头对到他脸上，他依然能松弛的像在家里晃悠。那身清爽干净的气息，不是护肤品抹出来的，
是十几年如一日盯着目标，屏蔽杂音，死磕到底之后，自然常在身上的东西。距离18岁已经过去10年，又怎样？只要还在路上，少年就永远是少年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